今天讲一部在北美刚刚上映的悬疑惊悚片，该片一经上线便斩获了上亿票房，显赫的成绩也一度成了大家讨论的热点。虽然本片并没有挤进北美的冠军排行，但它却成了2024年小成本电影又一次逆袭的典范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正片开始。在芝加哥前往缅因州的某条公路上，女主安娜正畅想着要去旅游的城市，而旁边的主驾就是她的男友尼克。今天是他们谈恋爱5周年的纪念日，所以才想着出趟远门去庆贺一下。不久后，车子跟着导航走进了一个小镇，可殊不知这里却成了他们一生的噩梦。尼克建议先找个地方做短暂休息，于是两人便在附近的餐馆停了下来。进门后的气氛让人感觉奇怪，一道道异样的目光投了过来，显而易见这种打量充满了疑惑，就好像尼克和安娜就不该出现此地。接下来的就餐让人很不自在，随即两人便赶紧吃完溜之大吉。然而就当他们上车准备启动时，却发现点火系统出现了问题。这时有人突然敲响车窗，直接询问尼克车子是不是坏了，紧接着表示自己是餐馆对面的修理工，并愿意帮忙免费检查车子。经过一阵摸索，男人说发动机需要更换一个零件，不过修好的话至少得等到明天。话锋一转，他建议尼克和安娜今天暂住一晚，且小镇外围就有一栋对外出租的民宿。听到这里的尼克连连摇头，他觉得今天的事情太过蹊跷，甚至怀疑是修理厂自导自演的把戏。安娜见状连忙劝男友放松心态，并告诫他出门在外不要和人抬杠。说完这些话的安娜直接同意，丝毫未顾及男友的感受。眼见如此的尼克不再较真，也只好听从了女友的安排。而就在我捡到这里时，不由得有些感慨，最近换了新电脑，剪辑快多了，旧的我当时就放转转回收了2900多。像现在数码产品更新换代这么快，换下的旧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啥的都可以去转转回收，他们家是真方便，下单就有人免费上门估价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总之听我的，二手回收认准转转 APP 就对了。随后有人捎带尼克和安娜来到了一处地方，而这里就是之前提到的民宿。他们已经通过电话和房东说好，现在只需拎包入住即可。而随着尼克和安娜踏进这间民宿，一场可怕的噩梦也随之开始。静谧的环境和屋内的装潢让人惬意，尼克阴郁的心情也好了许多。晚饭时两人发现冰箱出了问题，于是安娜连忙拨通了房东的电话，并请求对方过来维修一下。时间一晃来到了晚上，尼克拥着安娜谈起了人生，可说着说着两人却热吻了起来，直至不受控制地回了房间。而就在他们准备一番交流时，门口却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。已知民宿周围根本没有住户，可过来敲门的人又会是谁呢？尼克疑惑地打开房门，门口却站着一个被黑暗笼罩的女孩。他询问马拉是不是住在这里，尼克无奈地回答说没有。安娜也附和说找错了地方。女孩听后没有说话，便转身离去，但却让尼克两人感到了一丝古怪。令人诡异的是，刚才的女孩并未离开，而是一动不动地正盯着这里。可当尼克打开门口的大灯，站着的女孩又消失不见了。单纯的尼克没有多想，随即便和女友返回了房子。稍后时分，两人又拥在一起说起了情话，但很快尼克的哮喘病犯了。在手忙脚乱的一阵翻找后，这才发现治疗哮喘的喷雾忘在了车里，如果不及时拿回的话，尼克很有可能会出现危险。突然想到民宿门口停着一辆摩托，于是尼克决定独自前往修理厂取药。可就在他前脚刚刚离开，门口又传来了剧烈的敲门声。慌张的安娜放下电话去查看，但在询问后并没有得到应答。通过猫眼观察，外面站着的是之前问话的女孩。对方再次询问马拉是否住在这里，安娜也只好重新解释了一遍。等到外面终于安静下来，那个怪怪的女孩也消失了。可安娜所不知道的是，此时身后有道身影悄悄地走了过去。回过神的安娜想打电话给男友，却赫然发现放在桌上的手机不见了。环顾四周一阵搜索，手机不知何时被放到了架子上。安娜以为自己记错了，也没在意。可就在她打电话时，又听到了诡异声响，小心翼翼地循声来到厨房，但这里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。与此同时，尼克顺利地赶到了修理厂，并拿到了忘在车里的哮喘喷雾。惊恐的一幕让尼克赶紧解释，可对方却怒斥尼克应该先打个招呼，因为刚才的他差点以为是偷车贼而动手。同一时刻，安娜找了一台钢琴想缓解下情绪，可身后却出现了一个头戴麻袋的男人。或许是意识到了不对劲，安娜扭过头查看，但看到的只有一把椅子。本以为是劳累让自己太过紧张，于是安娜来到浴室洗起了澡。此时刚才的麻袋人再次现身，他似乎是想通过观察来了解安娜。片刻之后，洗完澡的安娜正吹着头发，可整栋房子却突然停电了，同时衣柜里也传出了一丝动静。安娜壮着胆子上前检查，发现柜子里除了一些简单衣物，还有几个面具挂在里面。在一番小心翼翼的摸索之后，安娜终于找到了房子的电源总闸。可就在她准备重新启动时，手机却不小心掉到了地上。如此惊悚的一幕吓坏了安娜，只好慌忙跑进了一个房间躲了起来。她蜷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，嘴里念叨着对方不要过来。这时有道光亮在门前划过，紧接着门把手也开始了扭动。下一秒有人打开了房门，但来人却是正巧赶回的尼克。安娜赶紧将刚才的情况讲了一遍，可尼克却认为女友是产生了幻觉。等到房子的灯光被重新打亮，
尼克更加肯定女友是看错了东西，一定是刚才的环境太黑，所以才把一幅画当成了闯入者。在男友的安抚下，安娜的情绪终于有了缓和。随后，两人吃着食物计划起明天的旅程。安娜觉得男友的吃相太难看，因为番茄汁全滴到了盒子里，谈笑间又有几滴落下，但颜色却显得很不对劲。顺着滴落的方向抬头查看，上方赫然吊着一只被屠宰的公鸡，这下让尼克意识到女友是对的，刚才的屋里绝对来过其他人，急忙招呼安娜锁好门窗，但此时的醒悟却已经晚了。眼见根本挡不住敌人的凶猛之势，尼克被迫带着女友躲进了房间。显然两人都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，此刻的他们也只能等待死神的降临。这时刚才的面具人悄然出现，而随着刀锋划过桌子，卧室的房门也被斧头劈开，一下又一下的挥舞无比响亮，直至整个门板被劈出了一个大洞。此时的面具人突然现身，并用诡异的目光注视了一会，紧接着在尼克两人的惊恐中，面具人竟然转身离开了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难道他们是在玩变态游戏吗？尼克小心翼翼地上前查看，发现对方可能离开了这里，急忙跑出来寻找手机，不曾想两人的手机都被砸了粉碎。想到外面还有一辆摩托车，尼克当即想着和女友驾车逃走。然而两人刚刚走出房子，却又看到摩托车发生了爆炸。很显然对方是在玩弄自己，而尼克两人也只好重新返回了房间。这时安娜想起房子是木质结构，那么下方必然会有防潮措施，急忙打开身边的通风管道，而下面果然出现了隐蔽空间。两人不敢怠慢，迅速爬了进去，并将通风口重新盖好。之后两人小心翼翼地开始前进，可不久后安娜的手掌按到了钉子，虽然她强行把发出的惨叫咽了回去，但动静还是惊动了上面的面具人。安娜强忍疼痛不敢发出声响，而面具人听了许久后也终于离去。当听到脚步声已经走远，尼克这才撕了一块布条给女友包扎，即使是疼痛万分，此刻的安娜也只能压着声音。紧接着两人向前继续进发，并有惊无险地爬到了房子后面。在确认周围没有动静之后，两人决定跑到对面的一个杂物间。然而在行动时，尼克被石头绊倒，随身携带的喷雾也掉在了地上。安娜见状跑回来搀扶男友，但她也没有注意到掉在地上的喷雾。可当他们来到杂物间认为已经安全时，殊不知身后的面具人已经进来，显然一切都在预判之中，而尼克两人却俨然没有察觉。随后尼克和安娜在屋内四处翻找，试图想找一把趁手的武器，不过最后只发现了一把锄头。这时看到此处还有阁楼，于是尼克让女友盯着窗户，自己则上去搜索一番。可就当尼克前脚刚走，意外却再次发生了。危急时刻，尼克刚好下楼，原来他在楼上找到了一把猎枪。有了武器的尼克士气大增，他没有和女友安全撤离，反而是选择了杀个回马枪。很快听到正门口传来的动静，尼克没有犹豫，直接冲出去开了一枪，但走近才发现此人并未戴着面具。看了看地上的工具箱以及院子里刚刚出现的车子，安娜猜测这可能是过来维修冰箱的工人。此话一出，让尼克意识到失手杀人，不禁懊悔自己太过鲁莽。这时尸体旁的钥匙引起注意，于是尼克赶紧捡起准备驾车逃走。幸运的是车上还有一部手机，可就在安娜准备报警时，一块砖头却砸了过来。下一秒又有一辆皮卡从侧面干扰，在变态男人疯狂的撞击下，两边的车门直接发生了凹陷。安娜身材瘦小，从窗户钻了出去，但尼克的腿却被死死的卡住。他让安娜先逃走报警，自己则留下来拖住这群变态。等到女友逃向了丛林，尼克这才想起自己还有一把猎枪。然而就当他准备射击时，却发现刚才的变态男消失了。尼克见状用枪托将车门敲开，并最终拼了全力才挣脱了束缚。出来后的尼克不敢怠慢，急忙朝着女友逃走的方向追去。与此同时，逃跑的安娜被第三个面具人盯上，而经过一番激烈的追逐，安娜最后躲进了一个枯枝丛生的深坑。她将自己埋进了树叶当中，以为这样对方就找不到自己了。可下一秒，安娜捂住嘴巴不敢出声，生怕自己一个不小心发出尖叫。望着眼前黑漆漆的一片，面具人最终选择了离开。在确认面具人已经走远，安娜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。她拨通电话选择了报警，警方也表示会迅速赶来救援。打完电话的安娜没有继续待着，她小心翼翼地从深坑钻了出来，并尝试跑向小镇去寻找帮助。然而没多久，她便在丛林中迷路了。而就当她茫然不知所措时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担心女友被抓的尼克也追到了这里。他一边呼喊安娜，一边四处观察。如此一来，却惊动了躲在暗处的敌人。此时的尼克冷静后并未离开，而是悄悄地躲了起来。等到其中一个人进入视野，尼克则突然出现，发动了突袭。尼克让面具人缓缓转身，并质问他现在的安娜在哪里。然而诡异的是，面具人不但没有回答，反而跳起了妖娆的舞蹈。Shut the fuck up! Shut the fuck up! 等到尼克从昏迷中醒来，
赫然看到女友正泪汪汪地望着自己，显然他们已经成了这群变态的俘虏。尼克质问对方为何要这么做，但几个人却并没有回答。自知接下来的命运是什么，尼克强装镇定，先安慰女友，并在这一刻向女友提出了求婚。安娜听后表情复杂，里面自然包含了感动和悲伤。而就在两人互诉衷肠撒着狗粮时，变态男人直接给了尼克一刀，这一下是深深的致命伤。顷刻间尼克便倒地不再动弹，看着男友在眼前被杀，安娜痛不欲生，但也无可奈何。她怒骂对方是群变态，但迎接她的也是狠狠的一刀，并同样被变态踹到了地上。这时外面姗姗来迟的警笛声逐渐响起，变态的三人则赶紧离开了房间。此时剩下的尼克两人生死未卜，但基本上是活不了了。出门后的面具人坐上了一辆皮卡，并在警车赶到的前一刻逃走了。故事的最后，安娜侥幸活了下来，但她此生也必将活在阴影之中。至此，本片结束。看完这部电影让人摸不着头脑，因为里面太多的细节让人疑惑。小镇的人为何都神秘兮兮？那个女孩为何三番五次过来问话？而袭击尼克两人的面具人又是谁呢？或许下一部续集会交代答案，但这次我们只能暂且总结一句话：出门在外不要去偏远小镇，并且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。